温哥华列治文的新城市广场是美食爱好者的天堂，这里不仅有不少网红餐饮店，也有很多宝藏老店。由于广场内的奶茶店数不胜数，甚至被大家戏称为糖尿病广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来我们频道，我是 Coco， 我是卡卡。今天我们带大家来到温哥华地区餐饮竞争最激烈的新城市广场 Union Square， 看看这里有什么好吃的。温馨提示一下，由于物价波幅较大，影片里提到的价格仅供参考。此外，今天的分享仅代表我们两个人的主观意见和口味，希望大家互相尊重，求同存异。好，那就话不多说，开始我们今天的分享啦。新城市广场的竞争是相当激烈的，基本上每一次来都可以看到有餐厅倒闭，或者有新的店正在装修。能够在这里存活多年的餐饮店，都是口碑和实力兼备的。广东烧腊就是其中一家在竞争中留下来的老店。他们家的叉烧、烤鸭、沙姜鸡都做得非常不错，我最喜欢他们家的烧肉，皮脆肉嫩，肥而不腻。除了烧腊做得好之外，他们的套餐也是挺划算的。我们俩时不时都会过来吃2人套餐，一份双拼烧腊，再自选一个菜，送白饭和例汤。由于他们的菜分量挺大的，加上我们食量比较小，这个套餐我们一般都要打包回家，第二天再吃。我很喜欢他们家的老火例汤。烧腊店做烧腊的时候，会有很多用不着的骨头都拿去煲汤，所以味道十分浓郁。但是他们的胡椒猪肚鸡就一般般了，味道不够浓郁，胡椒口味也不太够。我们还尝试过他们的龙虾糯米饭，也挺不错的，味道不算是最惊艳的，但性价比估计是全温哥华最高的了。家家家拉面是一家日本人开的拉面店，也是一家10年老店了。这是一家来自横滨的家系拉面店。家系拉面特点是浓郁的豚骨酱油汤头配上粗面条，面的硬度、汤的浓淡都是可以指定的。他们家做的挺不错的，我们时不时都会过来吃一下。我最喜欢他们的黑蒜豚骨拉面，卡卡比较喜欢吃蒜蓉味噌拉面。不过我发现他们的拉面只能点小碗，不能点大碗，因为大碗的拉面面太多，汤太少了。他们家绝对不是温哥华最好的拉面店，但是也不会让人失望。佛37我们之前也介绍过，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。这是我们在温哥华最喜欢的越南粉餐厅。他们家的越南粉汤头清澈浓郁，粉新鲜，浇头丰富又好吃。除了越南粉之外，他们的饭也做得很好吃。这家店装修漂亮，人手充足，服务又好，店家还非常大方地提供多种酱料，满足食客的不同需求。佛37在新城市广场里有2家店，一家大店和一家小店，可见他们平时生意有多火爆了。如果大店排队排太久的话，也可以去旁边小店试试运气。江南小灶是一家最近新开的江浙菜馆。一般来说，我们对新开的餐厅是没有太多期待的，但是这家确实有点惊艳。他们家的这个招牌菜胡椒鳝糊做得相当不错。这道菜正如菜名所说，胡椒味十足。它是那种偏咸的鳝糊，几乎没什么甜味，估计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，不过比较适合我们两个的口味。而且他们价格也算挺不错的，卖30多一份，还配了一碗味道不错的菜饭，性价比十足。之前想吃鳝糊都只能去沪江，虽然沪江也做得很不错，不过一份要60多，现在多一个选择也是很不错的。除了鳝糊有惊喜之外，他们家竟然还有卖这个双臭，可惜他们的双臭是臭豆腐和大肠，不是我所熟悉的臭豆腐配梅苋菜根。不过能在加拿大吃到这么正宗的臭豆腐真的很难得了。此外，他们家的各式小炒也是做的挺不错的，还有不少像美极花虾这样的时令菜，是我们在加拿大别的餐厅很少吃到的味道。不过我们去的那几次，他们的生意还挺火爆的，如果想来吃的话，最好提前定位吧。此外，他们家太忙的时候上菜会有点慢。其实不只是江南小灶，到了饭点，整个新城市广场的生意都挺火爆的。饭点的时候停车也是有点难度的。
半步仙小酒馆是一家川菜馆，他们自称是四川本土风味。看着门口张贴的这张纸，就知道他们对自己的菜品还是相当有自信的。由于我们两个都不太能吃辣，加上他们家的菜分量挺大的，如果我们2个人去吃的话，基本吃不了多少，所以我们只在朋友来访的时候去吃过2-3次。我觉得他们的菜挺好吃的，不会太油，用的花椒和辣椒也很香，挺不错的。最重要的是他们食材比较新鲜，不是用辣味粉使食材不好吃的那种。我挺喜欢吃他们家这个牛蛙的，牛蛙的口感不会太松散，这个品质在加拿大来说也算很不错的了。其他菜都挺不错的，不但我们觉得好吃，四川的朋友也都说吃得过瘾。再看看这个餐厅的火爆程度，饭点基本上一直有人在排队，就知道他们家应该是有点实力的。寻秦记也是新开的一家面馆，它的前身是太古广场 Food Court 里的大名家，一直以来都深受大家欢迎。之前我们也有介绍过了。这是一家很正宗的西安面馆，他们的凉皮、肉夹馍还有各种面食都做得非常不错。即使我平时不太喜欢吃碳水，面对他们家的面食也是毫无抵抗力，吃得根本停不下来。一家专业麻辣烫，这家店是我一个朋友推荐给我们的。我们一开始对这个麻辣烫是不以为然的，毕竟麻辣烫嘛，每家都应该是差不多的。没想到这一家真的有点惊喜，他们的红油汤底和麻酱汤底都非常合我们的胃口。红油汤底的香料味道十足，不过比较辣，像我这样不太能吃辣的，哪怕是点小辣都会比较容易呛到。麻酱口味汤底十分浓郁，纯纯的麻酱香味，只有一点点香辣，吃起来特别香。他们食材选择的种类和大胃比起来不算太多，不过也够我们选了。我尤其推荐他们的秘制无骨鸡和秘制牛肉，腌得太出彩了，在浓浓的麻酱汤底的衬托下，依然可以吃到这个滑鸡和牛肉的秘制香料味，尤其是偶尔能咬到孜然粒的香味，现在想起来也是回味无穷。他们的出品比其他连锁的麻辣烫要用心很多，比如一颗丸子他们会切成几个小份，方便入口，油条也会亮起来，方便喜欢吃香脆口感的食客，细节做得非常到位。他们家好吃是真的好吃，不过和别的麻辣烫比起来有一点小贵，除此之外好像也没有什么别的缺点了。新城市广场的奶茶店估计有10来家吧，我们其实也不是重度的奶茶爱好者。老实说，这里的奶茶店大部分在我们光顾之前就已经倒闭了。不过即使这样，每次过来都能看到至少有一家新的奶茶店正在装修，蓄势待发的样子。我真的不太明白，为什么这里的奶茶店会前仆后继的开了又关，关了又开呢？有知道内幕的观众，欢迎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。之前夏天的时候看到这家麻古大排长龙，于是就跟着尝试了一下，确实有点意思。他们家夏天的时候推出的芒果季节限定饮料确实挺好喝的，有点以前国内喜茶的感觉。后来秋天推出飓风葡萄系列，感觉就没有芒果系列那么好喝了，所以现在排队的人也少了很多。他们家很多产品都是不可以自己调节糖度的，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会有点太甜了，所以现在麻古基本上没有什么人排队了嘛。不过我看到最近新开的这家奶茶店又开始排起长长的队了，竞争是真的激烈啊。除了奶茶店之外，其实这里的餐厅竞争也是非常残酷的。这家主打沙县小吃的小吃堂听说做得很不错的，我们本来还打算去吃吃扁肉，没想到还没来得及光顾就已经关门了。每次路过这家 Pomoma 咖啡店都可以看到里面几乎都坐满了人，听说是10年老店了。作为重度咖啡爱好者，我们很喜欢他们家的虹吸咖啡，毕竟我们家没有这种工具，他们家的咖啡选择真的太多了，有好几十种豆子，每次选豆子我们都得选半天。我比较愿意来新城市广场的一个原因是，这里有家2000超市，虽然他们价格不是最便宜的，商品种类也不如大统华多，但是他们蔬果比较新鲜，
在旁边吃饱饭，来这里顺便买点蔬菜和水果回家，也是挺不错的。以前他们还有卖小包装的沙姜，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已经不卖了，真的有点可惜啊。不过最近他们每周三都有猪肉打9折，又多了一个周三过来新城市广场的理由了。其实广场内还有很多我们没有试过的餐饮店，我们今天没有提到的店，不代表他们做的不够好。如果观众朋友们觉得我们错过了哪家好吃的店的话，不妨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。也欢迎大家给我们视频点赞，订阅我们频道。如果您觉得我们节目还做得不错的话，希望可以转发给你的朋友观看。那我们这次分享就到这里结束啦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